美国近来外交动作频繁，国务卿布林肯与防长奥斯汀访问亚洲期间，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分别举行2+2会谈。紧接着，美澳2+2也将于8月6号在美国举行。在美国加速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据悉，美国正悄悄地斥巨资在澳北部修建军事基地，其中包括支持 B-52战略轰炸机、F-22隐形战机、运输机和加油机的各种设施。 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国与澳大利亚将于6号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外长防长2+2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汀将与到访的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防长马尔斯会面，深化美澳同盟关系。5号，布林肯与黄英贤还签署2项谅解备忘录，涵盖打击虚假信息以及陆地检测卫星的合作。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intend to exp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pursue complementary approaches to this threat across the Indo-Pacific. 事实上，最近美澳两国高层互动可用频密形容。就在上周，布林肯刚刚在日本举行的美日印澳4边机制外长会上与黄英贤见过面。 有分析指出，美澳2+2会谈虽是年度对话机制，但在美国强化同盟体系的背景下，该机制被赋予更广泛的含义，不局限于外交和政策性沟通。尤其是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同时也兼任副总理，在战略决策等方面拥有更多话语权。The U.S. engagement, the U.S. security guarantee, which has enabled the long period of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we have enjoyed in the Indo-Pacific, which remains as vital today as ever. 此外，本轮美澳2+2举行的时机也很特殊。首先，美国将于今年11月举行大选投票，澳大利亚也将最迟于明年5月大选，两国政局均存在不确定性。其次，美日印澳4边机制近日发表涉南海问题的声明，个别域外国家编织小圈子的做法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本次2+2会谈期间，美国将如何定义澳大利亚在印太战略中的角色，以及是否继续为其进攻型军力赋能，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澳大利亚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的一个南太平洋之锚，也就是说是作为美国维持南它的亚太这样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基础。 它在澳大利亚有大量的一个军事后勤设施、军事货车，包括一些军事基地。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就是说美军的一个基本上就是把它的一个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军事力量往后撤往第2岛链，那么澳大利亚是第2岛链的一个支柱啊。所以现在又有人说，美国正在整个把澳大利亚作为它的一个南太平洋之锚。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澳大利亚在美国战略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角色变化，因为这和美国现在它整个在西太地区啊，那么它的军事力量的能力啊，那么发生大量的一个退化有关。 因为他现在觉得他在第1岛链上已经没有优势了。近年来，美国加速推进印太战略，澳大利亚是重要一环。观察指，在地图上将美日印澳4个国家连接成一个菱形，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好是这个竖立的菱形的上下2个节点。如果说印度和日本决定了这个菱形的宽度，那么美国和澳大利亚则决定了高度。这个高度实质是印太战略的纵深，因此澳大利亚在印太战略中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奥库斯机制，让澳大利亚不仅扮演后勤基地的角色，而且可以通过核潜艇等战略资源的配置，将军事力量投放到前沿地带。另一方面，美国一直试图加强自身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正悄悄地在澳北部城市达尔文及其以南约300公里的廷达尔空军基地建造价值数亿美元的设施。达尔文港长期由澳国防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轮换部队驻扎，而廷达尔则是澳空军主要力量所在，也是最近演习中美国战机的临时基地。报道称，这些设施主要是为了支持 B-52轰炸机、F-22隐形战斗机以及加油和运输飞机的部署。与此同时，目前正在筹备中的升级项目还包括情报简报室、轰炸机跑道、仓库、数据中心和维修机库等，计划在今明2年开工。值得注意的是，将澳大利亚军事设施用于服务美国的相关协议错综复杂，某些基地可能1年中只使用很短的时间，但随时可供美国使用，使它们成为美国基地。 澳大利亚所有军用机场和部分民用机场及海港将在必要时交由美国军方使用。双方已签署协议，促进这一进程。达尔文卡港附近部署中导弹的话，那么它的有效射程范围是可以涵盖南海地区甚至于达到那个菲律宾地区的。另外一个，澳大利亚可能会大批量的引进美国的 F-35战机
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正在海空这2个重点方向上啊，那么增强澳大利亚的一个进攻性能力啊。另外一个我们也知道，美国在澳大利亚将建立大量的前进基地，尤其在达尔文港啊，将部署它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啊。这个海军陆战队可能是从第一岛链上移过来的啊。那么这个都是澳大利亚在今后可能会承担的一些美国的一个进攻性角色的任务。除了澳大利亚多个传统上的军事基地外，美军还将目光瞄向澳大利亚临近印度洋咽喉要道的一组偏远小岛。路透社5号发表的一篇报道引述美国军方的话说，澳大利亚的科克斯群岛和菲律宾东帝汶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被选为进行军事工程项目的可能地点。拥有600名居民的科克斯群岛位于澳大利亚本土以西3000公里之处，也是被澳军方描述为其对印度洋进行海上侦监作业的关键设施所在地。另有消息指，澳大利亚计划今年扩建科克斯群岛的一座机场，使其能够起降重型军机，包括 P-8波塞冬反潜巡逻机。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此回应称，国家间防务安全合作应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有关国家应多做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有分析指出，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强亚太地区军事基地建设，除强化驻日美军基地、新增菲律宾美军基地外，还将岛链南移，延伸至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当前正值中澳关系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阶段，但受到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中澳关系乃至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将受到严重冲击。那么拜登的一个政治影响就是他的一个印太战略，而且和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不同的是，拜登特别强调他的盟国的作用啊。那么所以美国必须要在这一时期，也就在拜登政府卸任前啊，能把他的印太军事战略的部署啊，包括和日澳2个军事盟国的各方面的一个紧密关系啊，要夯实啊，把日澳2国作为炮灰啊，那么顶上第一线啊，在美国没有能力同时应对3场危机情况下，美澳今天举行1年1度的外长防长2+2对话会，会议将进一步探讨强化美军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军事基地，以将澳大利亚的作用从南锚进一步升级为南锚。对此您如何看？我认为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将澳大利亚打造成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中远程军事打击基地。这也是早前美国与英国决定协助澳大利亚生产核动力潜艇，以及帮助澳大利亚生产导弹系统的原因。其目的就是想要让澳大利亚具备辐射整个印太地区的军事威慑能力。那么在这么多的盟友当中，美国为什么单独挑选澳大利亚来承担这一重任呢？我认为这首先是因为从政治和外交上面来讲，澳大利亚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为信得过的盟友，美澳之间的互信程度甚至要远远超过美日与美韩。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澳大利亚不仅跟美国有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美国外交战略与路线的坚定支持者，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澳大利亚跟美国一样，都是同文同种同血缘的盎格鲁撒克逊大家庭成员，以及都是五眼联盟成员。除此之外，从地理位置层面来讲，澳大利亚也是最适合承担这一职能的。因为美国驻日本与韩国的军事基地离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太近，缺乏战略纵深，一旦发生战争，自身难保。菲律宾和新加坡又缺乏这样的能力和意愿。同时，美国的军事基地关岛又太小，容易受到饱和式攻击，而夏威夷和美国本土又离中国和俄罗斯太远，有些鞭长莫及。所以美国选来选去，唯有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最合适。它离中国和俄罗斯的位置正好是既不太远也不太近，既可以操作中俄大部分进攻性武器的射程，同时部署在澳大利亚的进攻性武器又可以够得着中俄2国。除此之外，美国驻军包括达尔文港在内的澳大利亚北部基地，不仅可以将第2岛链大幅度延长，同时还可以使得未来美军围堵中俄的3大主要军事基地，即美军驻冲绳基地、驻达尔文基地和关岛基地之间，形成一个钳制中俄的铁三角。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认为，美军强化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军事存在，其目的主要是针对南海局势而来的，也就是为了在战时可以及时驰援南海。您对此是如何看？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一直坚持认为，美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最终的目的绝对不是南海，而是台海，甚至是连炒作南海问题
都只是美国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强化美菲军事同盟，拉拢菲律宾介入台海局势。而从美澳连续4年在2+2对话会后的联合声明里，重申要维护台海和平及稳定的重要性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此举就是冲着台海局势而来的，是在为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做准备。而且我认为，美方这一动作实际上是中美两国围绕着台海进行包围与反包围军事战略部署的一部分。此前我曾经说过，这些年来，解放军反复演练穿过日本宫古海峡以后南下绕台航行，以及穿过巴士海峡北上绕台航行，其目的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对台湾的暂时动态包围圈。针对解放军的这个动作，美国则针锋相对的分别在台海外围的东西南北4个方向，企图构建与强化一个永久性的包围圈。其中，美国强化在日本军事基地的存在，是为了方便在战时从台海的北面封锁解放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宫古海峡。美国大幅度增加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这是为了在战时封锁解放军从南海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巴士海峡。强化在新加坡的军事存在，以及强化美印军事合作，这是为了封锁与包围马六甲海峡。这一次进一步将澳大利亚打造成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中远程军事打击基地，这是为了从另外一个方位封锁与控制西太平洋，阻止解放军从台湾东部的外海来对台湾发动进攻。而且对于美方来讲，将澳大利亚打造成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中远程军事打击基地非常重要，它将决定美军能否在台海开战时顺利地驰援台湾，以及向台湾补充军火。据路透社报道，为加强对抗中国的能力，美国海军近期发布了一份关于在印太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招标书。澳大利亚位于印度洋的海外领地科克斯群岛成为可能选项之一。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我认为美军之所以盯上澳大利亚位于印度洋的海外领地科克斯群岛，准备将其打造成为印太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其实是为了弥补印度在印太战略中严重的掉链子问题。大家知道，印度虽然实行的是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但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印度对美国在本地区挑起的所谓新冷战并不是很感兴趣，不愿意参与到美国针对中国的集团式对抗中。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印度。这些年来，通过软磨硬泡，甚至是不惜用热脸贴印度冷屁股的方式，终于把印度拉入到了印太战略当中，以及构建了一个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之所以这样做，除了看中中印之间存在着领土主权纠纷，以及印度也想抱美国的大腿来压制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印度具有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假如印度彻底倒向了美国一边，这不仅可以帮助美国扼守住印度洋，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可以帮助美国从外围封锁住马六甲海峡。美方认为，如此一来，就等于是掐住了中国的生命线。从此，中国通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进出口货物，尤其是进口能源，就得要看美国和印度的脸色了。不过，让美国没有料到的是，近年来已经加入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印度，不仅对参与集体组织生活不太上心，甚至还跟美国出现了离心离德的倾向。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印度不仅没有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后面制裁俄罗斯，甚至还在俄印能源贸易大战中大发战争财。尤其让拜登政府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不久前，印度总理莫迪还不听招呼访问了俄罗斯，跟普京见了面。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决定退而求其次，盯上了澳大利亚位于印度洋的海外领地科克斯群岛，准备将其打造成为印太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以取代原本应该由印度来发挥的作用。我甚至认为，一旦美国的目的实现了，那就意味着美国对印度的依赖作用大为减轻了，印度淡出印太战略将会是大概率的事情。
当地时间4号晚间，新型战术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交接典礼在朝鲜首都平壤举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活动，并发表被朝中社称为历史性的讲话。他直言，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无限扩大，使得朝鲜核武力和核态势必须更加彻底、更加完备。新型导弹武器系统新在哪儿？如何提升朝鲜边境第一线部队战力？金正恩的讲话又有何深意？来看看报道。在平壤举行的交接典礼上，一排排军绿色涂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整齐地停在广场上，多个大气球悬挂着无敌制胜的宣传条幅。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朝鲜党政军领导干部、国防科学家和军工部门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以及平壤市内立功者等约1000人，现场见证了金正恩将朝鲜主要军工企业生产的250个新型战术弹道导弹发射架被移交给朝鲜第一线边境部队。金正恩表示，从此在整个前线，我们的攻击力量和打击力占压倒性的优势，可以掌握作战主动权，而且在实现火力任务空间的多元化和特殊的物理力量、战术核武器的实用化方面也提高了时效性。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赵春龙在交接仪式上发表报告时也指出，新型弹道导弹发射车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强大的先进战术攻击武器。分析指，通常而言，战术武器指的是能够发射低当量核武器的系统。Each of the 250 new launchers can carry 4 missiles, which means when operated all at once, it could be possible to launch 1,000 missiles. 韩联社根据现场图片分析，当天交接的武器或为近程弹道导弹火星11丁的运输起数发射车，每辆配备4个方形发射管。CRBM 같은 경우는 핵탄두가 탑재 가능하고 재래식 탄두가 탑재되더라도 일단 포격량이 포탄하고 상대가 안 될 정도로 많이 들어가겠죠. 对于该型武器可能会被部署在朝韩军事分界线一带，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李成俊隔天在简报会上表示，这意味着射程不会很长，不会超过朝鲜目前最强大的短程弹道导弹。韩方认为后者射程已能超过600公里。 대남 공격용이나 위협용 다 다양한 수단으로 활용하기 위한 것이라고 판단됩니다. 李成俊强调，韩国和美国军方正在密切分析朝鲜的武器发展情况。 这种导弹呢，它是车载机动发射的，应该说，从生存能力啊、机动性啊，还有这种快速反应能力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它的速度更快，而且呢，因为它的飞行高度并不高，大概只有50公里，那 韩国那边呢，要想拦截它也比较难。一个是本来100公里左右的飞行距离，它就时间很短，再加上那个弹道又不太高，所以也不太容易被发现。那么这个100公里左右的射程，可能听起来你觉得它比较近，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就是，韩国的首都首尔其实离38线呢是非常近的。这100公里射程，基本上就是把首尔这个城市圈 都可以包括在内了，就是可以影响到韩国差不多1半左右的人口。对于南北双方的这种军力对比，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特别是呢，它会赋予朝鲜一方在开战之初这样一个先发制人、雷霆万钧的优势。 事实上，真正令韩国紧张的是，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朝鲜的军事力量将持续发展，将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遏制敌人的一切核威胁，构建更完善、更高水平的核力量态势，以进行自卫。And since last December, many people remember that North Korea has totally changed policy toward South Korea. They quote South Korea as #1 enemy. And since then, Kim Jong-un has prepared all the war plan against South Korea. 而对于朝鲜研制、使用、部署这款新型武器的背景与目的，金正恩明确指出，目前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关系的本质和性质转化为基于核武器的军事同盟，朝鲜的周边军事安全环境面临着战略性的、结构性的重大变化。就在上月底，美日韩3国防长在日本防卫省举行会谈，并签署美日韩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核心要义就是共同应对朝鲜核岛威胁等区域内的挑战。而在此之前，美韩还于北约峰会期间签署联合核威慑指引。美国总统拜登当面对韩国总统尹锡悦强调，美国对韩国的延伸威慑承诺将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军事力量作为后盾。
随后，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还扬言，韩国未来可能会考虑引进攻击核潜艇。金正恩指出，对话和对抗虽都能成为朝方的选项，但我们必须更为彻底地准备与美对抗。这是对过去30多年来朝美关系的总结。他还说，我们针对的美国并不是执政几年后下台的某一届政府，而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面对的敌对国实体。这一点也说明了不断增强防卫力量的必要性。多家媒体分析指，金正恩的这番话意味着，无论是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朝鲜都将致力于核武器和导弹的研发。也有分析认为，尽管金正恩言辞强硬，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未来朝美对话的可能性。德媒援引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车斗贤的话称，朝鲜日益激烈的言辞可能是针对美国大选，为谈判做潜在准备，尤其是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获胜的情况下。韩国东国大学朝鲜研究荣誉教授高友焕则认为，金正恩此番言论可能是针对美韩将于8月举行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此前，朝鲜一直谴责美韩联合军演是入侵朝鲜的预演。特朗普上台之后呢，确实表现出想和朝鲜改善关系的意思，而且呢，他和金正恩还见过面。但是实际上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朝鲜和美国的关系其实和过去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在经过4年的拜登政府，其实这个对抗呢进一步的加剧了。所以从朝鲜的角度来说呢，他确实不应该对美国的任何一届政府、任何一个总统抱有幻想。那么他现在公开放出这个话，其实就是表明朝鲜已经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当然，我觉得这恐怕也是一个威慑，就是提前亮明自己的态度，先呢显示出比较强硬的一面。这样的话呢，可以把这个球踢给下一届美国政府，看下一届美国政府是不是会有一些调整，哪怕是战术层面的调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新型战术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交接典礼，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应对美韩核威胁。那半岛局势将如何演变？主持人好，金正恩出席新型战术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交接仪式，并且呢要把250辆导弹战车部署在南部前线，这场面呢是比较震撼的。就像金正恩所说，新的发射装置将赋予朝鲜前线部队压倒性态势，加强战争遏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摆出如此大的阵仗，我想呢有3个原因。第一，牵制8月中旬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这一次美韩联合军演将以朝鲜半岛全面开战为背景，进行首次核作战演练。这场称作是战区级的联合军演，应对的是朝鲜的核攻击，演练美韩如何共同行动、共同作战。以往呢也有应对朝鲜核攻击的军演，但是呢都是单冲依赖美方的核保护伞，由美军单独行动。这一次呢，韩军要直接参与。美韩军演的变化，促使朝鲜拿出大杀器，针锋相对，先发制人，一下子呢在朝韩边境部署250辆新型导弹发射车，向美韩示威。第二，展现朝鲜核武器的机动能力。朝鲜一直强调要不断的扩大核武的机动性和阵容，来压倒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寻求射程能够到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对韩国和美国形成双重威慑。朝鲜对美韩有了足够的核武威慑力，就可以施压美国接受朝鲜为核武国家，没必要再对朝鲜进行核制裁。第三，把朝鲜半岛问题打入美国大选议题。到目前为止，只有特朗普在共和党全代会上说过朝鲜问题，说他和金正恩相处很好。去年还说他要是当选总统，会考虑彻底改变对朝政策，有可能与朝鲜达成某种协议，通过提供经济奖励来促成朝鲜停止制造新的核弹。拜登当政这4年与朝鲜没有接触，只顾与韩国强化军事联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也没有提及过朝鲜半岛问题，不排除朝鲜通过大阵仗的弹道导弹发射车部署来引起美国的注意，把朝核问题打入到美国大选议题。当然了，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表达更彻底的与美韩对抗的意志和能力。对话与和解是第2位的。现在没法知道下一届美国总统就一定是特朗普。
朝鲜增加核导战力一直被人们视为在做战争准备。金正恩也曾表示，朝鲜半岛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已是既成事实。那您认为朝鲜半岛会不会突然陷入战争？朝鲜半岛局势的确很紧张，随时爆发战争不算是言过其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半岛会不会爆发战争，要看目前的紧张局势是怎样形成的。自从尹锡悦就任韩国总统以后，南北兄弟呢就逐渐翻脸了。尹锡悦不仅对朝鲜强硬，而且加强了美韩军事联盟，同样呢，也在美国的撺掇下加强美日韩之间的关系。美韩的核合作也刺激朝鲜大力发展核导武器。朝鲜宣布放弃南北统一目标，拆除平壤郊外的统一门，把韩国列为朝鲜的主要敌人，都意味着半岛南北兄弟呢不仅彻底翻脸，而且当成敌人要加以消灭。另外一个因素是俄乌军事冲突加剧了朝鲜对核导武器的热衷，俄罗斯和朝鲜的密切合作也为朝鲜在核导技术升级上提供了方便。美国的阵营划分呢，同样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半岛会不会发生战争，就要从2个方面来观察。一方面呢，是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关系能不能降温，现在看来呢是不太可能。韩国对朝鲜的敌意一样很大，规模和内容不断扩大的美韩联合军演就在加剧战争风险。另一方面呢，是外部势力的变化能不能减缓半岛爆发战争的几率。现在俄乌军事冲突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美国和北约对援乌抗俄有点懈怠。可以说呢，美国大选的结果和乌克兰危机的后续对朝鲜半岛局势有直接的影响。如果特朗普赢了哈里斯，可能呢会和朝鲜有某种形式的接触和交往，会减缓半岛紧张。如果乌克兰在战场上进一步的后退，愿意通过和谈来结束战争，也会让俄罗斯的盟友朝鲜松口气。当然了，朝韩双方都知道，一旦爆发战争，弄不好就是核战争，谁也不敢冒险。我个人的估计是，到今年年底前呢，半岛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朝鲜和韩国背后站着的2个大国是俄美，都在各忙各的事儿，不想引爆新的战争，对朝鲜半岛问题呢都会比较克制。等到美国大选、俄乌冲突有点结果以后，朝鲜半岛局势呢是持续的紧张还是逐渐的缓和，就有点眉目了。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正式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成为首位领导主要政党进行美国总统竞选的有色人种女性。当地时间6号，哈里斯的副手人选被报为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兹并非来自摇摆州。哈里斯的这一选择有何考量？来看看报道。民主党方面于6号凌晨宣布，哈里斯获得99%的党代表票，正式锁定该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成为美国史上首位非裔和南亚裔女性总统候选人。当天稍晚些时候，哈里斯竞选团队成员透露，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成为哈里斯副手人选。一位熟悉流程的消息人士称，哈里斯还没有正式电话通知沃尔兹，但选择他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两人将一同出席在费城举行的首次联合竞选集会。Now, we are just getting word from the Associated Press, really just moments ago, that Kamala Harris has selected Minnesota Governor Tim Walz as her running mate as she looks to strengthen her ticket in the Midwest. 沃尔兹曾是一名教育工作者，目前正担任明尼苏达州州长的第2任期。他之前在美国国会任职12年，代表一个倾向于保守的农村选区。在他任职之前和之后，该选区主要由共和党人主导。在被选为哈里斯的竞选搭档之前，沃尔兹一直是拜登的铁杆粉丝。在外界对拜登糟糕的辩论表现不满时，沃尔兹多次发声支持他。美媒普遍评价沃尔兹可靠、精力充沛、言语尖锐。60岁的沃尔兹所在的明尼苏达州被视为民主党的票仓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民主党候选人从未在明州失守，但今年与往常有所不同。特朗普邀请在农村白人选民中呼声较高的万斯作为竞选搭档，让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倍感压力。选择沃尔兹作为副手，可以一定程度对冲共和党阵营在这一类选民当中的影响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选择沃尔兹也凸显了哈里斯竞选团队高度重视中西部的蓝墙州。虽然明尼苏达州略微超出了这个范围，在过去1周，沃尔兹火力全开，对共和党发动了几次令人难忘的猛烈攻击。但他最引人注目的优势是善于造梗，给共和党人贴上标签。他称特朗普和万斯为怪人，随即这一称呼便在亲民主党的媒体中流传开来。
美媒指哈里斯的民调可能会在其副手公布以及19号至22号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迎来2次冲顶的时间窗口，但距离最终的投票日仍有将近3个月。哈里斯能否继续获得选民青睐，还需要观察他阐述的政治主张。目前，哈里斯受到诟病的一方面是背负拜登政府的经济遗产，大部分美国人不看好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哈里斯自身未能较好处理移民问题，美墨边境危机持续升级。就在上月底，来自纽约的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向众议院提出动议，谴责哈里斯在边境方面的工作。特朗普竞选团队近期也瞄准哈里斯的弱点发动猛攻。过去一段时间，两大阵营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相互攻击。特朗普还对哈里斯的非裔身份提出了质疑。哈里斯则回应道，特朗普依然在上演煽动分裂和不尊重人的一场作秀，并强调美国值得拥有更好的领导人。特朗普则称，哈里斯当选总统的话会毁灭美国。I think virtually every one of them is considered better, smarter, would be a better president than her. But we can't allow her to be president. She's going to destroy our country.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当地时间5号驳回了密苏里州要求解除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禁言令的请求，认为针对封口费案的禁言令并不限制特朗普对选民关心的重要议题发表评论。在特朗普接受了哈里斯进行电视辩论的挑战后，双方又对如何进行辩论提前进行了攻防，特别是针对主持的媒体僵持不下。特朗普主张改在向来支持他的福克斯新闻电视台辩论。他强调，拜登退选意味着之前敲定于9月10号举行辩论的协议已终止，但哈里斯团队则讥讽特朗普临阵退缩，想要逃避原定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举行的辩论。哈里斯嘲笑特朗普曾夸口何时何地都会奉陪，如今却变成特定时间特定的安全地点。美媒报道称，此前特朗普还曾拒绝与哈里斯辩论，但看到哈里斯迅速上升的选情，又改变主意，接受了他的辩论挑战。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分析称，特朗普担心与哈里斯的辩论并不能占上风，因此在辩论的地点、方式等方面提出条件，以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因素。And Trump has ditched debates across several cycles, we should know. So he could be betting that he still thinks he's ahead of Harris and just doesn't need another debate this fall. Or he may think Harris is a tougher, more novel foe than Biden, whom he already debated last cycle.And Trump may worry that he risks losing a Harris debate, so why not just skip the whole thing? 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军已经收到第一批美制 F-16战机，并且这些战机已经在乌克兰境内执行任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这些战机最终都将被摧毁。有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次获得的战机数量有限，不足以形成有效战斗力。F-16入乌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8月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空军基地会见飞行员，并视察了 F-16飞行。他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泽连斯基在2架尾部涂装乌克兰3叉戟国徽的 F-16战机前发表讲话，另外2架飞过天空。活动在一个秘密地点举行，安保措施十分严密，以保护 F-16免受俄罗斯的攻击。泽连斯基也没有透露战斗机详细数量和作战任务。I think you will see maybe not all of them, but you will see the results. I think it's very dangerous for today. We need to do all the security measures which have been discussed with our partners about using F-16. But anyway, these jets are in our sky.但泽连斯基承认，目前 F-16战机和合格飞行员的数量还不够，未来将有更多 F-16抵达乌克兰。乌方也将与合作伙伴寻求更多的飞行员和工程师的训练平台。F-16的作用主要是保护乌克兰关键地区免受俄罗斯空袭，并与俄罗斯战机作战，以实现在基辅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城市的制空权。此外，还能为乌军地面部队提供空中火力支援。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乌克兰需要130架 F-16以平衡与俄罗斯的空中力量。然而，乌克兰在7月只接收到了10架 F-16战斗机，年底前有望再获得10架，但这个数字距离乌方所需还差得远。西方国家已承诺交付的不到100架，其中大多数很可能是在未来几年内才能交付。此外，目前只有25名乌军飞行员完成了 F-16战斗机的全部飞行训练课程，被认定可以执行作战任务。这也就意味着，即便西方国家加快交付速度，乌克兰也不具备立刻将这些战斗机开到战场的能力。
此外，由于数量稀少 ，F-16对乌克兰来说弥足珍贵，在战场使用方面也会更保守。因此，有分析认为，最新接收的 F-16对乌军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其中最大价值是提升士气。对于乌克兰来讲 ，F-16的平台的到达呢，当然会方便它发射一些，比如说西方的弹药，包括也方便它跟北约之间进行这种更好的沟通。但是，其实对于整个战场的真正的影响，应该是相对比较有限的。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呢，这个相关的战机的到货，包括使用，首先还是要考虑它的政治上的影响力。而且目前来看，如何部署这些 F-16战机也颇令乌军头疼。乌克兰军方早前称，或将部分 F-16战机停留在外国基地，使其免遭俄方攻击。但如果距离过远，实际上对战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而且俄方也会想方设法摧毁这些战机。如果部署在乌克兰国内，那就会更加直面俄军的打击。据称，泽连斯基此次出席 F-16战机入列仪式，是在基辅以西约40公里的瓦希尔科夫机场。事实上，就在今年6月，俄军就曾用空射巡航导弹袭击了该机场的一个大型燃料库，引发的凶猛火势持续超过了30小时。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军事专家贾斯汀·布朗克认为，到目前为止，乌克兰空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分散行动来确保其战机不会被摧毁。通过将战斗机在基地内部或各个基地之间不定期移动，可以让俄军空袭难以找到目标。但如果乌克兰要确保 F-16战机能够起飞应战，这种情况可能必须改变，因为该机型对于机场配套设施的要求较高。乌克兰任何改善现有基地基础设施的尝试，都将被俄罗斯的侦察力量察觉，并引来后续的打击行动。也不排除乌克兰方面为了最大化 F-16到货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那么利用我们说这个极为有限的人员，可能比如说用1-2架 F-16去进行这种长途奔袭，以试图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政治上的影响力。这样的使用呢，是不是有可能会导致 F-16的战机迅速的进入到战损的一个状态？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5号表示，虽然美国已经限制乌军使用 F-16的区域，但这些可携带核武器的飞机出现在基辅，已经对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但俄方同时表示，美西方提供的 F-16不会改变冲突的结果，只会延长冲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基辅没有灵丹妙药，也不会长期拥有这种灵丹妙药。俄军方已下令将向摧毁 F-16的人员提供奖励。全球多国股市5号遭遇黑色星期一，日经指数大跌12%，创下史上单日最大跌幅。韩国、土耳其等股市也大跌，触发熔断机制。而到了6号，亚太市场又迎来大反弹。有分析指，造成波动的源头是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疲软，引发投资者对美国将陷入经济衰退的担忧。全球多国股市5号遭遇黑色星期一，亚太市场中，日本和韩国股市大跌，触发熔断机制。日本日经225指数5号累跌12.4%，单日下跌点数创下历史之最。韩国综合指数跌8.75%，但时隔一天，日本、韩国股市6号又上演大反弹，日经225指数涨近10%，韩国综合指数涨超3%。分析认为，日股巨幅下跌根源是在受美股科技巨头拖累、全球科技板块回调的背景下，美联储降息、日央行升息预期在短期内同时被确定，双重效应并发，导致日元急剧升值和日股抛售，又触发了不少自动交易，导致恐慌情绪蔓延。尽管6号出现反弹，但整体下跌势头能否止住还存在变数。日本加息呢，它这种货币政策的变化实际上是近10几年来少有的一个动作，因此它的变化、它的影响，特别是对亚太地区金融市场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因为我们知道，日元在亚太地区的市场的流动性是决定亚洲地区金融市场高低起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日本的加息和美国这个降息的预期，这些因素啊都搅在一起，实际上形成了一股股市暴跌的一个综合的因素。实际上，除日韩市场外，全球股市也在短期内出现集体调整。美国股市5号同样难逃黑色星期一，道指、标普双遭遇近2年来最差的一天。欧洲股市同样经历重挫，主要股指开盘集体大幅下跌。引发此次全球股市动荡的导火索之一是美国经济衰退预期。美国最新官方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当月失业率高于市场预期。
美国7月制造业指数为46.8，低于6月的48.5，进一步远离50的荣枯线，被普遍认为是经济活动衰退的讯号。而其中最引发市场不安的是失业率连续4个月上升，触发了基于失业率预测经济的萨姆法则。关于经济衰退有多个定义，其中失业率上升是比较直观的标志。美国历史上有一个目前准确率100%的萨姆法则，是由美联储前经济学家萨姆提出的一种预测经济衰退的指标。根据该规则，当美国失业率最近3个月的平均值比过去12个月的低点高出0.5个百分点以上，就标志着美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衰退的早期阶段。自1950年以来，萨姆法则总计被触发11次，事后数据证明，美国当时的确已经处于经济衰退的早期。而今年6月，萨姆法则被第12次触发。Don't look at this and big picture say we are in a recession, but I look at this and I say we're we're not headed in a good direction. 美国经济硬着陆风险加大之际，拜登政府打压中国科技领域的企图并未停止。就在本周，拜登政府还被爆出8月将把120家中国相关行业实体列入限制名单，引发担忧。事实上，这也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美联储下属的纽约联储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些原本旨在保护美国企业的出口管制措施，反而造成了负面影响，包括供应链中断、运营成本上升和市场竞争力下降等。据估算，这一系列操作数年来已令相关企业损失市值高达13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却通过寻找新供应商、加强自身研发等，努力抵消了美方措施的负面影响。